2023年的10月1日，我在桃园机场踏上由台湾飞往维也纳的班机。我要去德国啦！这次前往欧洲，自己也是既兴奋又期待。同时呢，这也会是我第一次尝试以旅行的角度拍摄这段影片。接下来呢，我还会前往各地尝遍美食，那也请大家跟我一起踏上旅程吧。今天搭乘的呢是华航A1380的客机，从台北呢飞往维也纳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在维也纳转机，然后呢再飞到柏林去。一上飞机呢，非常的兴奋啊，我就简单的玩一下，从毛毯，它可以打开来的桌子、电视、DM、地图。过程之中呢，当然是打开这个电视啦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我在这趟旅程当中呢，看了非常多部的电影，因为在过程当中根本就睡不着觉。第一次去欧洲，怎么可能有那个心情？因此呢，这段电视陪伴我度过了很多的时间。这个频道还是一个美食的频道，在升空不久之后呢，空服员呢就端了非常非常多美味的饭菜。那基本上就跟飞机的配置一样，一般简单的面包，然后还有一个木耳跟豆皮的小菜，以及来自台湾的水果。那飞机餐当然就会从面包开始啊。我把面包呢抹上简单的奶油酱，放在嘴里面，嚼出来就会有淡淡的面包香。常常听到有些 YouTuber 说飞机上面的飞机餐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吃，但我恰恰不这样觉得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研究，说飞机上我们的味觉会下降10%。飞机就是要有软软的米啊。说到软软的米，主菜也上了，选项有鸡的饭呢跟虾的炒面。由于网络上盛传鸡大于猪等于牛大于鱼，因此呢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鸡。这个鸡肉饭的餐盒呢，就非常有飞机餐的特色，鸡肉跟咖喱的味道非常的浓郁。你吃的时候呢，一定能够感受到鸡跟咖喱的香味。飞机餐都是真的原因，所以鸡肉也非常的嫩，3、2下呢，我就把它吃完了。然后呢，就到了餐后水果的部分。水果的部分，因为我知道是从台湾出发，所以水果味道一定非常的棒。2块简单的苹果搭配上芭乐，都是非常的甜，非常的清爽。之后上了一个甜点，是用袋子包住的，它长得有点像是小熊维尼的样子。上下2层呢是它的饼皮，饼皮里面加鲜奶油和巧克力。不过我觉得这道餐点就非常非常的普通了，它其实呢并没有特别的好吃哦。之后我询问空服员呢有没有剩下的餐点，于是呢他又给我上了另外一份餐点。一开始我以为呢这种蒸煮的虾子会很烂，没有味道，结果发现呢这个虾子还蛮有嚼劲，蛮好吃的。上面附上的青江菜呢也算是非常清爽。大家要知道，炒面、炒饭这种料理最怕就是无聊，没有酸甜口或是清爽的东西来点缀，吃多了就会腻。不过这道炒饭倒是让我挺惊艳的，我给7.25分。吃饱喝足呢，就会想要上厕所。那基本上呢，大家如果坐长途飞机的话，一定要记得选择靠走道的位置。飞机厕所一定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人要上。那飞机厕所里面呢就很简单，简单的洗手槽、洗手乳这类的东西。
还有简单的卫生纸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看到飞机也要渐渐抵达维也纳，也差不多该收拾行李，准备要下飞机了。下飞机的时候蛮好玩，你会依序经过一些你坐不起的长等，然后才发现说这就是我们要好好努力的原因。抵达维也纳机场之后呢，就准备要转机了。我记得来的时候最好奇的事情是，我不知道申根区是我要在维也纳入境，还是到德国才入境。后来发现，只要这种长途的航班，都是你到了那个地方入境。如果你是有签证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是从这边入境。然后由于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如果有转机需求的，记得要提前预留1个半小时的转机时间。到了维也纳，心中的大石头也算是放下了。我终于能够抵达欧洲。说句心里话，这趟欧洲之旅呢，我其实非常的紧张。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关卡，从申请学校啊、语言检定、签证、兵役问题，甚至我在9月中出国的时候，还获得了禁止出国通知单，整个人呢得要从飞机上面下来，无法出去。但无论如何呢，我很感谢我的家庭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到欧洲嘛。我到这里只会有短短的半年，也因此呢，我得要用双脚踏过每一块土地，分外珍惜这次的机会。那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，跟我一起旅行。